昨晚我查看了一下各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报告和图纸，赵博，平地行驶电流和爬坡行驶电流差多少？5倍吧。问题应该是在这儿，所以现在最怀疑的是电磁干扰的问题。这是一条电机的供电线，假设供电电流是 I， 这是电机霍尔传感器的回线。这两个线之间的距离，在设计建造规范中是1.6毫米。我们的设计刚好是1.6毫米，没有任何的余量。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不能排除电机霍尔传感器会受到干扰。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那咱们怎么复现一下？可以通过车轮加载试验来验证这个问题。上坡指令已发送，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车轮行进速度不稳定，同时电机霍尔传感器出现异常毛刺。现在电机是 PWM 控制状态，展波频率90几十 K。刚才看了一下，挂砝码时电流能达到1安多。电机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的3象限的确离得太近了，所以会把电机霍尔传感器干扰出这么多毛刺。那下一步就是把信号线和电机线分2个方向走。上坡指令已发送，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车轮正常，电机霍尔传感器波形正常。就是它了，准备上坡测试。上坡指令已发送，请观察遥测信号。车轮行驶方向正常。看来找对原因了，大家辛苦啊，多试几次，确保没问题。好嘞。张工，早点下班吧。啊，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行，大家辛苦啊，我明天多加会儿啊。这次问题虽然不大，但处理的沉着冷静、高效，是一个优秀的苗子。还可以吧，还需要磨练。赶紧快！张远，不错。同志们，这次我们的巡视器是和北京合作研发的，发现问题要和北京及时沟通透彻。下个月就要进行外场实验了。本来是由关在带队，但他现在去不了。这段时间，于陀，你把他们的工作先接一部分过来。还有1号预研工作，你先抓起来。后续工作怎么安排，我们再考虑一下。明白。于陀，你过来。关在下个月都回不来，他到底什么情况？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主要是关在不希望大家为他担心，但这事儿早晚得说。他后天手术。手术？小沈，张远，坐。不行啊。哎，坐吧。
来，坐。黄医生，放心吧，手术很成功。谢谢，谢谢。不用谢，这个是我们的工作。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要等麻醉效力过了以后，等病人苏醒了就可以出来了。病人家属啊，最好2天以后再来看，让病人得到充分的休息，好不好？好的，好的，我们等见到人就回去了。好，那我先走了。好，谢谢。谢谢大夫。我去给他买点水。关仔，哥，工矿12号第6次试验完成。可以了，今天就到这儿。今天怎么都没说几句话？心情不好。因为老关。我们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别让他生着病还挂着心。你说老关这一病，这1号预言技术的负责人会不会换人啊？来了，郭哥刚睡。行啊。你怎么来了？关注呢？买东西去了。喝点水吧。一口就够了。那天我看你跟胡所长也是一起来的，你是不是已经回所里上班了？不离职了？不了。是为了我吗？
脸别这么大。哦，对了，我电脑里关于1号的修改方案你看了吗？有什么想法？去西安前，你就把方案发给我了。这么肯定我会回来？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当是芳心错付了呗。看了，有几处修改是可行的，不影响整体。不过原来我们有很多被认为好高骛远的地方，我想证明是可实现的。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其实你是最固执的那一个，我支持你。但我现在生病了，情况不好说。技术负责人我是做不了了。你现在要资历不足，也担当不了。我考虑过，最有可能接受你工作的是童博。童博人好，专业水平高。就这个事儿，我跟他交流过。这没别人，我说的直接一点。我觉得他的思路过于保守，缺乏前瞻性。几年以后做出来，在国际上可能不具优势。我和大梦还有小胡都讨论过，大家更想坚持现在的方案。我们几个呢，资历比较浅，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老师挂帅。不过这个方案肯定要真正的得到他的认可。童博这边呢，型号发射还有1个多月，等把卫星移交给西安测控，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再次迭代，争取说服老师。行啊，你才回来几天呀？方方面面想得这么周到，尽力争取，服从安排。少喊口号啊！给1号取个名字吧。取名？没必要吧？别老1号1号了，你取一个。我取。你取。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在无穷无尽中，寻找另一神迹存在的可能性。证明人类不孤单，是他的使命。就叫搜神吧。好。1号医院少来。1号。搜神号还有其他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放心吧。你们平时也是这么配合的吧？他打中粮，你打守约。其实不是的，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任何英雄都可以，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
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又是为了于途啊？哎呀，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是吗？你说他幼稚、自私、理想主义者，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有那么意难平吗？我说错了吗？他不自私，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那会儿如果不分手，我们还在一起，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现在房子什么价格？北京什么开销？孩子好的教育一年要多少钱？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凭什么呀？人各有志，而且最主要的是呢，你跟于途，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旦遇到矛盾，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分了挺干净。哎，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人家跟你分手了，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他当然能谈了，只是不能跟乔晶晶。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三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有请。我可听说，乔晶晶很喜欢他。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喜欢于途的女生不都去了？你说于途会不会喜欢乔晶晶啊？她长得那么漂亮。我觉得应该会吧。所以，你很介意他？大可不必。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还向于途表白过，被于途拒绝了。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现在，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我要去趟上海。喂，于途，夏晴来上海了，说要补上次那顿，请大家吃饭，让我喊你，今晚或者明晚都行。我没时间，帮我推了吧。那行，我就问问你，你不去也好，免得取名那个贱人又犯贱。于途，乔小姐是谁呀？当然是金晶。自从你上班之后啊，
早出晚归的，见你一面，比10连胜还难。严谨一点，单排10连胜。你厉害。哎呀，你也不带我玩了，游戏也不上了。夏晴来上海约我喝酒，什么意思？你明白吧？心里有点数吧？明天周末了，你要是有空啊，没时间，也没必要。行吧。少吃点啊。于途挺忙的，你知道他们航天吗？加班是家常便饭，真没时间去市区。他这荒郊野外的，来回得3小时。你把他单位地址给我一下。哇塞，势在必得呀！翟亮说你在加班，有空喝杯茶吗？关于外场的安排啊，就说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那就散会。今天是个周末，大家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啊。我在你单位旁边的咖啡馆等你。8点钟下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加班。走啊，一起出去吃火锅去。你们吃，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小姐，需要给你加点水吗？不用了。好。于途，我上次说的你都想清楚了吗？如果你一点都不为我们的将来着想，我们不如分手吧。好，我没意见。我能赢1次，我就能赢第2次。一起打个游戏而已，算什么？有必要吗？这么多人追你，你要吃回头草啊？而且于途现在还是在那个研究所，还是赚这点钱，你现在就不介意啦？我现在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博士学历，研究所的工作，起码社会地位不错。还有意难平，我就是意难平。你工作的地方离市区真够远的。翟亮说你手机经常没信号，果然是这样。你们这是保密措施啊？
手机不能带进实验室吗？你找我什么事？我等了你2个小时，难道几句话把话说完就走啊？你吃晚饭了吗？要不给你点点东西？吃过了。先生，您看一下需要点什么？不用了，谢谢。好。我跟翟亮又做了很久，听说你又回研究所了。对。他其实挺担心你的，说你状态不太好，但又不好多问。是投行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没什么问题，我比较适合研究所。人的想法果然是会变的。其实我现在也觉得，你做事专注，的确适合在研究所。昨天我们聚会还在讨论，我还开玩笑说，你的智商确实是应该为科学做奋斗去。以前因为这个还跟你争论，真是太年轻了，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对了，你怎么会跟乔晶晶一起玩游戏啊？昨天聚会大家还讨论这个，还怪我们没有说乔晶晶是我们高中同学。这我们怎么说呀？一直也跟她不熟，你们还一块喝过酒啊？我想来想去，也不太可能啊。所以等他们一走，就过来跟你证实一下。没想到果然是他。我和他是高中同学，有联系不奇怪。也是。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班级群里，我还以为他并不喜欢跟以前同学玩呢。说起来，我们班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吧？反倒我们没什么大出息，出了社会，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还是要靠情商的。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是吗？念书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不过我确实挺佩服他的。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龙蛇混杂，他能混得这么好，这么红，肯定付出了很多吧？夏晴，我想，我该跟你说声抱歉。当年我答应的太轻率，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却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事实证明，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幸好你一向聪明，及时止损。这就是你的风度啊！我们很久没联系了，你何必呢？怪不得你要回研究所，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祝你牢牢把握住。
我把你单位地址告诉夏晴了，没关系吧？没关系。主要是，我觉得他这次有点太执着了。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找我了。狼心如铁呀！昨天忘记提醒你，你没和他们提起晶晶和我们打游戏的事吧？当然不会啊！你之前嘱咐过我，我就当不认识棉花，更不会提他之前打的有多烂。我说，你心里还是……其实棉花这姑娘挺可爱的，活泼又卖萌的，跟小姑娘似的。虽然你们俩是高中同学吧，但是这距离确实有点远。哎，我不是那个说高攀不起那意思啊，我就是觉得咱们俩陪他快打了2个月的游戏，他连招呼都不打，人就不见了。嗨，大明星不好接近呗。游戏里他没再上过吗？我看了之前的记录，一直停留在你们比赛那天，最后2场战绩有点牛啊。他给了我2张门票，让我和你一起去。我没喊你。什么？给我票？票就在书架上。翟亮，是我惹他生气了，他才不出现。你别误会他。西安的新年好有气氛，你看多漂亮。明天重庆还有1场路演，后天元旦电影正式上映，我们飞北京参加首映式，之后还有2场路演是在武汉和南京。南京离上海近，要不要顺道回去休息一下？之后再忙起来就再没有时间回去了。你们之后都有什么工作安排啊？几个采访，还有杂志拍摄，还有一个广告拍摄。春节前平台还有几个颁奖典礼都要去一下，但是都在北京。那就不回上海了，直接飞北京吧。行。大年初1的春节晚会，时间可以，那我们去一下吧。哎，离岛的电影进组时间定了吗？年初5唯独试拍，然后初8正式拍。那有些工作能在进组之前做掉呢，全都先安排调派。我不想进组以后老请假。行。啊，对了，4月份有个活动，我觉得你应该感兴趣。什么？4月24号是航天日，应该是你之前发了航天民用的那个净化器，主办方邀请你参加他们的晚会。
走之后啊，你再回来，就没有热情如火的我迎接你了。别想我啊！马上我要出差1个月，没时间想你。能不能给点面子？虽然我不知道你跟棉花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你是谁啊？你是咱们屠神呐！你不应该现在这样啊！走吧，我送你。辛苦你们啦！谢谢，拜拜。那个航天晚会怎么样？我得答复人家了。去啊，为什么不去啊？这是我的荣幸嘛。行，那我就答应人家了啊。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对形象挺正面。再说，说不定还能碰到于老师呢啊。于老师那么优秀，也许当个嘉宾什么的。说不定。哎，上次庆功会于老师就没来，回头你有空了，请于老师吃个饭啊。再说吧。箱子这儿，晚安，早点睡觉啊。嗯。晚安，晚安。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妈，哎呦，于途，你怎么回来了？哎呦，老爷，我们快儿子回来了！哎呦，爸，哎，不是10月份刚回来，怎么又回来了？马上出差1个月，不知道那边信号好不好，回家看看。啊，哎呀，那今年过年晚会不会回不来啊？能回来。能回来就好。嘿，那就好，我去买点蔬菜。买什么蔬菜？儿子回来了，要吃新鲜的，捡他爱吃的买。虾呀、鱼呀，哎，还有鸡，都买回来。好了，我知道了。赶紧。哎呀妈，看看，哎，怎么又瘦了？是不是没好吃饭？吃挺好的。这小子。来了，土豆丝。哎，喝点酸奶啊！现在年轻人都爱喝这个，帮助消化。来，谢妈。爸，妈最近身体还好吧？啊，挺好的，就是上回有点受了惊吓了，不过也有好处啊。现在更懂得养生了，少盐、少油、少糖。我没办法，只能偷偷到外面买些猪头肉，稍微补一补。你哪来的私房钱？几十年的底蕴，当然没问题了。哎呦，藏了几十年私房钱呢！儿子回来，我在他面前吹个牛，你不要当真。你少来这套，来，出来，来。我在洗碗。儿子不会洗啊？妈，我会。爸出来了。于途，你教我数学吧，我请你吃香酥鸡。于途啊，哎，吃点水果。哎，这不是高中的书吗？怎么现在想起来看这个了？没什么。怎么高中的书还在啊？哎呦，那肯定是收拾的时候落下了，这么多呀！妈，我最早那台电脑呢？哎，我想你肯定不会用了，我放到楼下那个小仓库里了。这电脑都这么旧了，怎么今天想起来把它搬出来了？上次啊换电视的时候，我就应该让那些人把它搬走，放着也占地方，不过也卖不了几个钱啊。妈，还是留着吧。行，留着。这么快就通过了？我说点什么呀？你好。你好。我在航天论坛的帖子上看见你的 QQ 号，所以加了你。嫦娥1号那个？看见你们讨论太有意思了。
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登上月球吗？时间和意愿问题。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其实我是初学者，只是刚开始有兴趣。可以。谢谢。有个问题，探测器要有多大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这个问题你可以百度。哦，好的。完了，他已经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了。啊！我弄明白了，不过好像去月球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Hello， 上次说有问题可以问你还算数吗？我看到你们在论坛上讨论中美航天技术的差距，我们和他们真的距离那么大吗？又不回我。在吗？难道把我删了吗？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群里讨论的好热闹啊！你觉得人类真的能移民到火星吗？哎，来了个新人，好像是的，还是个姑娘。大家好。哎呦，真的是妹子，是谁的朋友拉进来的吗？不是的，我在航天论坛上看见群号进来的。妹子，你几岁了？每句话都要带表情符号。17岁。这么小，还在念高中吧？嗯。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呀，我们群里也有个高中生，知识储备十分强大。啊，他这么厉害吗？我什么都不懂，就是有点好奇。没事，都欢迎。最近他不怎么来了，等他来了，介绍你们认识。星辰，你出现了。下午你错过了你的同龄人。我在的，但是你们说的好专业，我不敢说话。不过他真的好厉害，懂得好多啊。群里有大哥可以帮忙吗？有道物理题做不出来。哇，原来是这么做的，谢谢鱼头大哥，你太厉害了。鱼头大哥，昨天你的解法老师说是错的。以后我不能来玩了。怎么了？父母不让？不是，我要好好念书了，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再来找你们玩。哎，你的目标是哪个？清华。哎呀，可以啊！人不可貌相啊，妹子，志气不小。其实我没什么大志向，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哎呀，男人不看这个。占星，你是不是不够漂亮？很漂亮的。低调。哦，反正我想来想去，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所以打算努力一把。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市200名左右，但是他每次都是全市第一。可以的，这差距很大呀。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学历最牛的演员之一。你的粉丝如果知道你为了他们想考清华，应该会很开心吧？才不是因为。你高考报金融专业，我还挺奇怪的。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了。
你之前说你要放弃，为什么？是因为家里人吗？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同学大概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我会为他感到荣耀的。我只是想帮你说话，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为什么？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老于，你爸就是爱墨迹。老于，你快一点！哎，出来遛弯，你拿个保温杯干什么？老张刚给我打电话，约我打牌。打牌就知道打牌，儿子都回来了，还有心思打牌？我已经陪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呀。那行，9点以前必须回来啊！一定，好好照顾你妈。是，就知道打牌。哟，儿子回来啦！是，中午刚到。你们家怡图真是越来越帅了，有女朋友了吗？工作太忙没顾上。再忙嘛，终身大事不能耽误的呀。在外地工作啊，就是这点不好，家长管不到。要是在本地工作嘛，孩子都可以上学了。就是啊，回头我看看有没有上海的，帮你介绍啊。你别忘了啊！哎，再见。快走！哎呀，这个阿姨就爱操心。跟妈说说啊，下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上次回家前，我跟单位提了离职，但是现在还是回去了。妈一直觉得你最像你舅舅，你从小就崇拜他，老跟小伙伴们吹牛，说我舅舅啊是发射火箭的。我们兄弟姐妹里呢，你舅舅是最聪明的，但是却也最辛苦，一个人在大西北根本就顾不上家。哎，有一回啊，你外公生病，差点没过去，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他。哎呀，当时啊，通信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后来好不容易把你外公救过来了，联系上你舅舅了，我们想让他回来，他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了个不行。他说呀，既然外公已经没事了，他现在的任务很重要，得完成任务才能回来。结果呢，1个月以后他才回来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都生他的气，冷着他。当时，有个表姨娘过来探病，指着他的鼻子就骂呀，骂他不孝。你舅舅就这么听着，一句话都没说。那个时候你还小，你突然就说：“姨婆，表舅是不是在美国工作呢？”你姨婆最爱听这个，她说：“对，于途啊，你也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去美国。”结果你说：“哎，姨婆，那表舅在美国这么多年不回来看你，你怎么不骂他不孝呢？”哎呀，当时我就在想啊，你说同样是不能陪在父母身边，这在国外的呢就被人羡慕，在国内大西北默默奉献的就被别人说不值，还说不孝顺，这什么道理？哎，我们在场那么多大人都没想明白，还不如你个10岁的孩子。我从小聪明，那是我儿子嘛啊！哎呀，儿子啊，这人生的道理啊，都懂，就是到自己身上呢就犯糊涂。哎，其实妈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你高考的那个时候，非得逼着你报金融专业。哎，你说我当时怎么想的呢？我就想着，
我儿子分那么高，必须得考一个最热门的专业，不然那么多分就浪费了。后来呀，妈知道你偷偷的学了2个专业，可后悔了。你说因为我白白费了多少努力，都怪我。儿子啊，跟妈说实话，你打算离职，是不是因为上次妈生病了？妈，傻儿子，你又想多了。你以后做什么事儿啊，不用总想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管好自己就好，啊。儿子，妈真的为你骄傲，你已经做得够棒了。我跟你爸呀，都被别人羡慕死了。答应妈，真的没必要什么事儿都做到最好，啊。儿子，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不然那家阿姨总追着我问，说你家于途什么时候结婚呢？哎，这条件不要太高，不用长得太漂亮，最好会照顾人。妈，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抱歉啊，飞机晚点了，我已经下飞机了。好，我马上到。你好，我是158的于途。你好。哎，你们院那辆车已经满了，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我从别处飞过来的。那你坐最后那辆车吧，再等几个中科院同事到了就可以走了。谢谢。不客气。你好。你好。哎，我们中科院的，你呢？周工。你怎么知道？我们通过电话会议。我是158于途。我听以前参加过外场实验队的人说啊，这基地的伙食特别好，还专门请了这个拉面师傅。我听完之后啊，我就一直期待到现在。你怎么一天到晚净想着吃？北方人嘛，不就爱吃面食这一口吗？哎，于哥，你是南方人吧？你会不会吃不惯？哦，不会，能吃饱就行。于工长得帅，一开口的确就是咱